艾斯替路飞挡下赤犬的致命一击，在路飞的眼前直接被赤犬击穿了胸膛。路飞失手丢在地上的艾斯生命卡迅速缩小，马尔科等人不断呼唤艾斯的名字。白胡子听见声音，转过身，看到这一幕后，惊得瞪大了双眼。其他的海贼们反应过来之后，全起而攻之，对赤犬发起攻击。然而这种枪炮攻击怎么可能对自然系的赤犬有效呢？一阵猛烈爆炸之后，赤犬从火焰之中慢慢走出来，站到了已经惊呆的路飞面前，突然举起拳头，准备对还留有一口气的艾斯下死手。白胡子见此，从远处出拳袭击赤犬，但是他的拳头还没有打出去，就被一边的黄猿用光波打穿了手臂。赤犬手臂上爆发出岩浆，一拳捶向艾斯。慎平一个箭步冲上来，挡在艾斯身后，用自己的手掌拦下了赤犬的攻击。赤犬满脸嚣张，威胁慎平道：“你可是原王下七武海，知道我的实力的。”猛将慎平毫无惧色，大吼一声：“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两人的对峙并没有持续多久，慎平的双手就被滚烫的岩浆灼伤了。赤犬再次举起拳头，准备将慎平一起抹杀。慎平眼看就要招架不住，幸运的是，此时马尔科的海螺石手铐已经被打开，与花剑比斯塔一起越过慎平攻击赤犬。当艾斯的身体被赤犬击穿的那一刻，后面的卡普就已经坐不住了。虽然知道身为头号犯人的艾斯不可能活着离开，但卡普依然无法接受艾斯死在自己面前这件事。他浑身颤抖，怒气条爆满，死死咬着牙根走向赤犬。战国发现卡普有点不对劲儿，立刻冲上来将卡普按倒在地，质问卡普：“你疯了吗？”卡普告诉战国，如果不把他摁住，他就会当场杀了赤犬。此时艾斯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他瘫在路飞的身上，有气无力地诉说自己的难过。路飞历尽千辛万苦，拼了命地来到马林凡多，结果自己还是没能逃过此劫。路飞完全不能相信艾斯就这样死去，祈求周围的人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艾斯疗伤。然而不论是传医还是奇迹之人伊万科夫，都只能沉默地摇摇头。艾斯的内脏都已经被烧坏了，无论什么灵丹妙药也已经回天无力。艾斯最后与路飞说了一句话，感谢所有的伙伴对无药可救的自己如此厚爱。接着艾斯手臂一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生命卡随之燃烧殆尽。路飞在几秒钟大脑空白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哥哥已经没了，仰面朝天嚎啕大哭。接着他突然失去了声音，由于悲伤过度陷入精神崩溃之中。白胡子远远地站着，没有亲眼看见艾斯走完生命最后一刻。然而战场上此起彼伏的哭声，他却清晰地听在耳中。他眉头一皱，沉默地流下眼泪。然而战争还没有结束，赤犬看到路飞精神崩溃，失去行动能力，立刻化身为岩浆冲向路飞。马尔科蓝色火焰随即赶到，拦下赤犬，给慎平争取了救走路飞的时间。路飞的生命是艾斯的意志，绝对不能让路飞也死在这里，必须代替艾斯护送路飞活着离开。其他海贼受到马尔科的鼓舞，擦干了眼泪，纷纷举起刀枪。赤犬愤怒一击弹开马尔科，接着带着浓浓的杀意追杀慎平和路飞。但是有一个人比他的杀气还要更重。白胡子将宋云切重重地杵在地上，霸气加上杀气将赤犬威慑住，愣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接着白胡子瞪圆了双眼，对准赤犬的脑袋就是一拳，将赤犬的脑袋狠狠砸在地面，霸气加上真正果实的能力，将赤犬整个砸进了地底。白胡子发怒了，他跳到空中，一个空中斩杀，赤犬向旁边一滚，躲过致命一击。接着白胡子提着大刀冲过来，举刀就砍，赤犬再次堪堪躲过，然后向白胡子发射岩浆拳。白胡子用拳头弹开赤犬的攻击，赤犬冲过去与白胡子近距离对拳，白胡子单手拳头将赤犬捶翻。白胡子追杀过来，赤犬情急之下使出大招鸣狗，在白胡子伤口上面又烧开了一个大洞。白胡子受不住攻击，跪倒在地。神志模糊之时，白胡子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艾斯的笑脸，瞬间如同一记重锤打在身上。白胡子一把抓住赤犬，将他整个拎了起来，接着将他抛向空中。在赤犬坠落之际，白胡子一招震荡拳击中赤犬腰部，赤犬口吐鲜血倒在地上。这一拳满载着白胡子的愤怒和对艾斯的缅怀，威力之大，大地立刻破碎裂开，甚至几百米之外的房屋都被波及其中。海军总部的基地直接被撕开，随时都要坍塌。海军总部受到白胡子这一招，破碎的不成样子。真正果实造成的地震让海军总部裂开数块，地面塌陷，赤犬随着下陷的石块掉入深渊之中，岛上的人们几乎站都站不稳。
随着地震左右摇摆，震荡持续良久，终于慢慢平复下来。然而，这一招的威力正是白胡子有意为之。他利用地震造成的大地碎裂，把自己和其他白胡子海团的海贼们隔绝开，让自己和海军单独困在了马林凡多的内广场。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当然要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其他人救出去。肚子都被赤犬的岩浆烧穿了，白胡子的战斗力依然如此之强，真可谓是怪物一样的人类。白胡子将手中的大刀一挥，沉声喝道：“我来做你们的对手！”海军们立刻蜂拥而上，白胡子转动宋云切，将一众海军放倒。悬崖的另一边，马尔科默默地看着白胡子拼杀的背影，沉默良久，眼泪从眼中慢慢滴落。马尔科仰天大叫一声：“全员登船！”其他队长也反应过来，立刻组织悲伤的船员登船撤退。海贼们将能用的船开入港湾内，大家互相搀扶，开始有秩序的撤退。马尔科默默地待在原地，动也不动。即便他无法将白胡子救出来，也要目送他最后一程。白胡子凭借一己之力，拖着身负重伤而且疾病缠身的身体，与数以万计的海军展开激烈的搏杀，而且一时间丝毫不落下风，当之无愧为世界最强男人。然而内广场这边还隐藏着另一伙海贼势力，一声阴险的尖笑在混乱的战场上显得格外的刺耳。雾气蒙蒙中，海军们看到了一个与海军总部的基地一般大的巨型人影，那就是著名的凶恶海贼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不仅如此，在出行台的上方还站立着数个身影，为首的就是黑胡子马歇尔蒂蒂奇。除了他的原始几个成员之外，还新增了其他的成员，其中有恶政王巴勃罗皮萨罗、酒鬼巴克斯乔特、月牙猎人卡特琳娜戴鹏、原退役城看守长宇智溪流、黑胡子海贼团悉数到齐。黑胡子发出嚣张的大笑声，面露狰狞地看着白胡子，大声说道：“能在你死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老爹！”黑胡子海贼团突然来到，一下子打乱了海军对白胡子的围剿计划。一个白胡子海贼团就已经够海军受的了，再来一个实力强劲且满血满蓝满状态的恶人海贼团，海军真是很难再招架了。战国一见到宇智溪流，就知道推进城里怎么回事了。恐怕整个推进城此时已经翻了天。他大声质问溪流：“把麦哲伦怎么样了？”宇智溪流吐出一口烟，微微一笑：“我们能站在这里，不就是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战国元帅。战国气得咬牙切齿。这时候属下来报，刚刚有一艘没有经过认证的军舰通过正义之门，到达了海军总部的海域。战国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黑胡子这群人搞的事情。然而他们是怎么穿过正义之门的呢？黑胡子海贼团的拉菲特哈哈一笑，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催眠之术，想打开正义之门太容易了。在黑胡子海贼团来到马林凡多之前，自己就已经催眠了控制室的海兵，只要看到军舰一律放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路飞等人乘坐的军舰也能顺利地通过正义之门了。战国是千算万算没有想到有黑胡子这个隐藏的威胁。黑胡子原本的目的就不是齐武海，只不过借齐武海之名到达推进城，招兵买马，壮大自己。他有更大的野心，那个野心就在新世界。与战国的谋略相比，黑胡子的诡计明显更胜一筹。最恐怖的是，没有人知道黑胡子打着什么算盘。就比如他这个时候来到马林凡多，真正的目的究竟为何？黑胡子阴险一笑，笑声中带着让人背脊发凉的得意。他下一个目的马上就要达成了。这时，一边的白胡子打破了黑胡子和战国的对峙。艾斯之所以会死，有一半以上的原因就是黑胡子。白胡子拉开身体，隔空震出一拳，冲击波直接摧毁了出行台和下面的看守台。一阵震动之后，黑胡子及其党羽从一片碎石瓦砾中站起身来，毫发无损。白胡子自年轻起就对宝藏和海贼王头衔没有兴趣，他只想找到一帮家人，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白胡子收纳同伴无数，只有黑胡子不配做自己的同伴，不配做自己的家人。被黑胡子杀死的萨奇最终的遗愿，此时就由自己来完成吧。杀了黑胡子，给萨奇队长祭旗。白胡子身后的断崖，另一半广场上站着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和骨干们。马尔科见到白胡子之后，也是痛恨的牙根直痒痒，化身凤凰准备飞过来参与战斗。白胡子大吼一声，任何人都不准出手。白胡子拉开架势，准备与黑胡子1对1决斗。黑胡子哈哈一笑，正好让白胡子见识见识自己暗暗果实的能力。但是黑胡子太过得意忘形，他根本没有见识过白胡子有多恐怖。黑胡子率先出手释放黑水，黑暗瞬间蔓延，吞噬了2人脚下的大地。接着黑胡子使出暗穴道，一阵黑色的龙卷风拔地而起。白胡子愣了一下，使用震动波攻击。黑胡子则用手中的黑暗物质应对，震动波触碰到了黑胡子手中的黑暗后，瞬间被吸收。
接着，黑胡子一拳击中白胡子的肚子，接连出拳将白胡子打退。暗暗果实可以吸收一切东西，甚至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所以白胡子在他面前已经用不了敌人那一招了。不过，白胡子能够称霸新世界，靠的可不是真正果实。白胡子将手中的纵云切向空中一丢，随即连出几拳，手中的震动波都被黑胡子全部吸收。突然，白胡子出手接住纵云切，一刀将黑胡子斩伤。黑胡子倒在地上，暗暗果实带来的副作用让他需要承受数倍的疼痛。黑胡子疼得哇哇大叫。白胡子冲上前，用脚和刀封住了黑胡子的行动，然后掐住黑胡子的脑袋，一记震动波打出来，大地瞬间被撕开，直接重创了黑胡子。但是反派一般生命力都出奇的强，黑胡子顽强地站起身，满脸是血，浑身是伤，奄奄一息的白胡子无力连续攻击，但他气势依旧不减，浑身杀气宛如修罗一般站在黑胡子面前。黑胡子彻底畏惧了，赶快呼唤旁边看热闹的同伴赶来支援。黑胡子海团的成员们一起攻击，刀子和手枪不断向白胡子身上招呼。黑胡子瘫倒在地，疯狂向白胡子射击，直到子弹都打空了，黑胡子依旧不肯罢休。白胡子的恐怖让他心有余悸，他不敢再冒险接近白胡子。白胡子在意识完全消失之前，说出了一番惊动所有人的话：罗杰等待的人绝对不会是黑胡子蒂奇。当罗杰的宝藏被发现的时候，世界将会翻天覆地。战国以及他身后的世界政府就是在恐惧这一天的到来。然而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罗杰的宝藏终究会有人找到。One Piece 是存在的。说完这番话后，白胡子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身体如同一座小山，巍然不动。世界最强的男人白胡子终于战死了。爱德华·纽盖特享年72岁，曾经在这片大海上与海贼王罗杰不相上下的男人，如今在顶上战争中光荣战死，满身疮痍却雄姿凌人。据统计，白胡子在这场战争中一共受到刀伤267刀，枪击152发，炮弹46发。尽管如此，他的身影依然充满尊严，后背没有一处伤痕，直到死他都没有背对着敌人逃跑过。白胡子和艾斯战死的消息很快被通报到了全世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新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将因此而改变，战争几乎宣告结束。然而黑胡子还有下一步动作，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在确认了白胡子确实已经死亡之后，黑胡子狂笑着大叫一声：“好戏开始了！”船员们一起在白胡子身上蒙罩了一个巨大的黑布，随后黑胡子钻进黑布里面。没有人知道黑胡子要搞什么诡计，不过从黑胡子手下的那些人的表情来看，也许又是一件损人利己的事情。另一边，海军们依然不依不饶地对着逃跑的海贼进行炮轰和追杀，其中重点的追杀对象就是草帽路飞。慎平单手抱着路飞拼命地跑。在狱中的时候，艾斯曾经和慎平提到，如果自己不幸死了，拜托慎平照顾自己的弟弟。但慎平是一个十分孤傲的愚人，就算是好朋友艾斯的弟弟，如果不是自己特别佩服的人，自己也没有义务去照顾他。然而顶上战争中，路飞的表现一次次刷新慎平的认知，慎平不知不觉被路飞所感染。现在他只想护送路飞安全离开战场，即便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慎平抱着路飞拼命撤退，女帝默默地目送慎平和路飞，只盼望慎平能够赶快将路飞带到安全的地方。这时，海军派遣和平主义者远程对慎平展开攻击。女帝见状，立刻跳了过去，两脚将2台和平主义者放倒。一部分海贼终于成功地逃到了港湾的船上。突然，一阵寒风袭来，海面上结上了厚厚的冰层。大将青雉从冰层上缓缓走过来，封锁了海贼们的退路，准备对他们进行围剿。慎平招呼海贼们立刻换船，然而众人刚要转身逃跑，脚下突然涌过了一道岩浆。岩浆涌到慎平前面，从地底喷发出来。烈焰之中，赤犬带着杀气从中走了出来，一步步逼近慎平。其他的海贼立刻赶过来支援，赤犬一击岩浆拳打出来，伊万科夫和闪电也跑过来一起阻挡赤犬。闪电剪开地面后挡在慎平前面，挡下了赤犬的岩浆。伊万科夫则用死亡媚眼暂时将赤犬击破，赤犬很快恢复原状，与伊万科夫等人僵持不下。另一边，黑胡子的魔术已经完成，手下们将黑布掀了起来。黑胡子带着一脸恶笑站在白胡子尸体的前面，突然出手一招暗穴道，将面前的海军吞噬其中，这就是他暗暗果实的能力。接下来，黑胡子举起自己的拳头，隔着空气击出，
冲击波产生的能量直接轰开大地，将正前面的海军总部基地撕开一道裂痕。这就是阵阵果实的能力。黑胡子用某种方法将白胡子的阵阵果实能力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现在黑胡子同时拥有了最强超人系和最强自然系2种恶魔果实，是已知的唯一一个双果实能力者。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